我死在他迎娶我闺蜜的那天，他们在声声祝福中举杯同庆，我永远倒在了满是脏污的雪地里。婚宴上有人问起我，他满脸厌烦，随他在哪里，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罢了。他还不知道我已经死了。他当了我12年的哥哥，却在得知我喜欢他后，把我赶出了家门。那天港口的风很大，他的声音也如寒冰彻骨。你的存在让人恶心。我会告诉所有人，你想出去游玩，一个人静心深造。之后，程硕掐断了我和亲朋好友的所有联系，以至于如今自己身死都无人知晓。我低声自嘲程硕：如果知道我死了，你一定会很开心吧。说完，我释然又妥协地转身想走，可刚迈出门，整个人就被一股吸力重新带回了程硕身边。任凭我如何尝试，都无法离开他。十不之外是执念吗？可我都已经放过自己了呀。助理站在一旁：程总，要不要让人去查查杨小姐的去向？他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联系，不就是等着我去找？做梦！我定定看着程硕脸上的讥讽，眼里悲哀肆虐。实际上，在被程硕送走后，我没有找过他一次，哪怕濒死那天，我也独自忍受着癌症的折磨，悲哀地死在了远方。我不明白，我还要亲眼看到、亲耳听到多少程硕对自己的厌恶和憎恨，才能刑满释放。我在他身边，感受着他周身翻涌的怒气，自我挖苦：放心吧，你已经解脱了。2天后，程启两家结婚的日子终于到了，新郎却有些心不在焉。他打给程父的电话一直没人接听，他莫名很想知道杨思回来了吗？知道他结婚的话，会来现场阻止吗？混乱的思绪让他越想越闷。程硕降下车窗透气，只听到窗外吵吵嚷嚷：今天什么日子？有人结婚就算了，怎么还有人出殡啊？出殡，听到这个词，程硕心莫名被刺了一下。程硕推开门下了车，不自觉地往前走去。对面路口挂着白色电花的灵车，而那车下站着的竟然是程父。程硕大步走到程父面前：您这是给杨阿姨出殡吗？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？程硕问着，寻看了眼周围，声音有着他不曾察觉的激动：杨思回来了。程父沉默了一阵，哑声道：本来常等婚礼结束告诉你的，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。程硕没注意到他爸莫名古怪的神色，想到杨思在，不停来回张望他人呢。程父站在那里，眼神复杂地看着程硕：他在车上，你先回去吧，小琪在等你。程硕却没理会，径直朝着灵车走去。可拉开了门，里面除去司机，空无一人。程硕茫然地看向程父，在他逐渐泛红的目光里，重新看回车厢。就瞧见黑皮座椅上妥妥铮铮地摆放着一个骨灰盒，上面贴着的纸条赫然印着一个他熟悉的名字：杨思，28岁的杨思，死在了烟花璀璨的夏夜，死在了程硕和齐小爱订婚的这天。无人问津，无人怜古。陷入无尽黑暗的那一刻，杨思祈祷，如果还有来生，他再也不要爱情了。在睁眼，杨思以为会是阴曹地府，没想到却回到了程家。落地窗前，程硕还穿着订婚宴上的那身西装，眉眼薄凉。杨思不敢置信地伸出手，碰到的那刻，却从程硕的肩膀穿了过去。震惊之中，齐小爱走了进来，她挽上程硕的胳膊，嗓音轻柔：阿硕，我们终于订婚了，我好开心，你呢？闻言，杨思倏然回神，看向程硕，记忆里他向来冰冷的神色，此刻柔得像水，你开心就够了。杨思听着，却喉咙发梗，莫名想起了1年前程硕将自己赶出相室时的那一幕。那天港口的风很大，他的声音也如寒冰彻骨：你的存在让人恶心。我会告诉所有人，你想出去游玩，一个人静心深造。之后，程硕掐断了他和亲朋好友的所有联系，以至于如今自己身死都无人知晓。杨思低声自嘲：程硕，如果知道我死了，你一定会很开心吧。说完，他释然又妥协地转身想走，可刚迈出门，整个人就被一股吸力重新带回了程硕身边。任凭杨思如何尝试，都无法离开他。十不之外是执念吗？可他都已经放过自己了呀。杨思颓败苦笑：程硕，你要是能看到多好，这次真的不是我要缠着你。这时，齐小爱突然开口：对了，你和思思有联系吗？听到自己的名字，杨思抬头看向程硕，程硕皱起了眉：提他干什么？他话里充满了不悦和厌烦。杨思嘴里色苦，他和程硕、齐小爱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后来齐小爱无故出国，他们2个被迫分隔。
程硕找不到原因，在得知自己的感情后，就都怪罪在他身上。到如今，28年的感情，在程硕心里到底是一分不剩了。他强忍着酸涩，凄凉一笑：“不是都说活人不跟死人计较？程硕，你都和小爱订婚了，能不能别讨厌我了？”齐小爱叹了口气：“你们到底怎么了？以前我们3个关系不是很好吗？小时候我和思思还说，长大了要当彼此的伴娘呢。伴娘换人吧，她不会回来。”程硕扔下这句话，转身就往外走。杨思也被那股莫名的力量扯着，跟在他身后。没走几步，齐小爱又追了上来：“阿硕，刚刚爸妈让我来问你，结婚的日子定好了吗？不远的话，要开始准备了。”程硕颔首，定在了1个月后，6月14号。闻言，杨思猛地抬头看向程硕，不敢置信。齐小爱也是一脸惊讶：“那天不是思思的生日吗？”像雷劈在身上一样，杨思呆滞地看着程硕。他应该是忘记了吧，不然怎么会这么残忍？却听程硕说：“特地选的。”杨思瞳孔一颤，再没办法自欺欺人，一抹无人听见的叹息悠悠消逝于空气之中。程硕和齐小爱的订婚在像是掀起了一股热潮。第二天一早，程硕就被大院里的朋友拉出去聚会。车上，杨思被迫坐在他旁边，望着窗外已经逐渐陌生的家乡。这时 CBD 玻璃楼梯上的投屏变成了程硕和齐小爱的订婚照。程总，您和安小姐的订婚典礼真盛大，我女儿还说从没见过这么恩爱的情侣。听着司机的话，杨思看向垂眸摆弄手机的程硕，眼里尽是色苦。时间似乎总能让人忘记一切，也包括12年前那场轰动全市的生日庆贺。那一年，为了给16岁的杨思庆生，程硕一掷千金包下了像是所有的广告屏，祝他生日快乐。也是那时，杨思喜欢上了程硕。但现在，程硕将这份殊荣给了齐小爱，并延续一生。杨思抬手按了按发胀的心口，垂下眸不再去看。老天啊，你是惩罚我生前求而不得，死后也要这一缕孤魂断念妄想吗？会所里，程硕靠在沙发里，昏暗的环境下，他的神情不太清晰。几杯酒过后，大家都打开了话匣子，气氛酣然。直到其中一个人提起杨思，说起来，杨思真是没良心，当年接纳他进我们的圈子，还不是看在程哥和小爱的面子上，他倒好，你们订婚连个面都不露。杨思坐在离程硕10不远的地方。他4岁那年，父亲做生意亏钱，欠债5000万后选择了自杀，留给他和母亲一地鸡毛。从那之后，他性子变得孤僻，是程硕带着他融入这个圈子，后来又认识了齐小爱。如果他还活着，他想他应该会来参加。就是要我说，当初就不该看他可怜，不提他，你们会死吗？程硕骤然打断了他们的话，起身离席。和其他人一样，杨思也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生气。回程家的车上，程硕的助理打来电话：“程总，原定出差去槟城的李总临时请了病假，说希望您能替他去一趟，将合作谈下来。”槟城是杨思死去的城市，1年前被程硕赶去那儿不久，他就检查出了胃癌晚期。他想，程硕应该不会去吧？都说恨屋及乌，他那么讨厌自己，估计也连带着讨厌那座城市。却听程硕说：“订机票吧。”随后挂断电话，和睦养神。3个小时后，程硕到达了槟城机场。杨思脚踩在熟悉的土地上，忍不住想，到了同一座城市，程硕会去看自己吗？如果知道了自己的死讯，又会怎么样？然而，程硕直接去了公司。等签下合同，天已经黑了。杨思已经睡了一觉，醒过来就发现程硕将车停在了曾经安置他的房子外。杨思扭头看向程硕，他正看着手机里的消息，紧皱着眉。温小姐只在这里住了2天就离开了，再没回来。这时，程硕的手机又一次响起，电话那头程父问：“听说你去了槟城，去见思思了？气消了就把人带回来，你问阿姨很想她。”程硕凝望着窗外漆黑的房子，沉声回：“她走了。”“去哪儿了？你让人找找，万一出什么事。”程硕直接打断他的话：“他如果死了，再好不过。”杨思想过程硕会有多讨厌自己，却没想过恨不得自己死。他鼻尖有些酸胀，自嘲一笑：“程硕，
那我是不是要恭喜你如愿了？回向市的飞机上，杨思一直恹恹的。下机时是齐小爱来接的，她紧紧拥抱住程硕，话语里是杨思从来不敢有的责怪：怎么去的那么急？我给你发消息也不回，知不知道我很担心啊？程硕欠声道：抱歉，没来得及，以后无论去哪儿我都跟你报备。齐小爱灿然一笑：不准食言哦。两人情深意浓，十指紧扣地上了回家的车。杨思看着这刺眼的画面，唇边溢出苦涩又嘲讽的笑。这样光明正大的和程硕亲近，是他从来不敢奢求的。杨思记得自己离程硕最近的一次，就是23岁那年。那一年，齐小爱突然出国，杳无音讯。程硕喝得酩酊大醉，是杨思去接的。那一夜下着很大很大的雨，杨思留在程硕的公寓照顾他。深夜，暖灯，心上人，他不可控制地凑上前，想要吻她，却听他醉意着喊：小爱！这一声如刀捅进心，痛得杨思无力地瘫坐在地上。也是那一次，杨思知道了程硕对齐小爱的感情，也彻底打消了告白的心思。车上，齐小爱握着程硕的手：阿硕，你和思思真的没联系吗？我们就这么订婚了，他会不会生气呀？也不回我消息。程硕面色不改：没有。齐小爱叹了口气：好吧，希望结婚之前他能联系我们。程硕没有接话。杨思坐在后座，转头地望着窗外，无声地说：永远都联系不上了。程家别墅，程父不在。程硕和齐小爱用过晚饭后，就进了卧室。齐小爱看着半面墙的奖杯和证书，扭头看向程硕：阿硕，你什么时候学得太全啊？怎么都没听你说过？是为你学的。程硕将他揽进怀里：10岁那年，你为了我救我，差点被绑架。自那之后，我就发誓要变强，不再让身边人受伤。齐小爱笑得温柔：只要你没事，我怎么样都没关系。一旁的杨思却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怎么会是齐小爱？当初明明是自己救了程硕，还受了一身的伤，在家里养了1周才能动。那之后的1个月的盛夏，他都穿着长袖长裤出门，怕身上残留的青紫被人看见。杨思想要问清楚，可无论他怎么嘶喊质问，眼前两人都没有半点反应。最后，他止住了声，静静地看着他们。深夜，送齐小爱离开时，路经了繁茂的花园。齐小爱被丛密的树影吓到，缩在程硕怀里：吓死我了！阿硕，花园里种的这是什么呀？好丑！程硕皱眉看着乱作一团的花卉：这是扶桑花。杨思和程硕关系尚好时，程家的花都是他来打理。这扶桑花也是他种下的，代表着他对程硕的爱，永远新鲜炙热。没想到他走了不过1年，就乱成这般模样。杨思伸手想去扶正，却虚无地穿过花瓣。他看着这一幕，心中只剩酸楚。送走齐小爱后，程硕就上了楼。第二天是周末，他没去公司，反而在客厅待了很久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突然就起身走了出去。一直走到花园里，程硕倏然叫来管家，把这些花都砍了。管家愣了下，才领命下去。杨思连忙拦在程硕面前：不行，程硕，你不能这么做。程硕听不见，也不会回答。5分钟后，满园的扶桑花分毫不剩。程硕压下心烦意乱，正要离开时，目光却猛地定住，只见狼藉的花园中，杨思竟神色悲戚地站在那里。程硕下意识上前一步，可眼前那抹亮影瞬间消失不见。他眉心微蹙，冷喃了声：真是疯了。蓦然转身，杨思被拉扯着跟在他身后，不受控制地回望着那空无一片的花园，只觉得心口也变得空空荡荡。杨思看着那张几乎刻进他骨血的冷峻脸庞，嘴边渐渐泛出自嘲笑意。他眺望远方，再一次跟老天祈求让他魂归故里。程父回来的时候，管家通知花园里已经换上了新纸。程硕站在雨廊下看着，神色难辨。程父疑惑问：那些扶桑花泥怎么突然换了？程硕淡淡回着：昨晚吓到小爱，就都砍掉了。程父微微拧眉：那是思思喜欢的，你这样做是不是有些过了？杨思站在一旁，尽管喉间满是苦楚，却也释然了许多，甚至忍不住想，他那无人问津的尸体究竟何时才会被人认领？这时程父又开了口：阿硕，思思那孩子到底做了什么事，能让你连从小到大的感情都不顾了？
程硕脸色一冷，我和他没有感情，以后不要再提这个人。短短一句话如刀捅进杨思心口，他怔怔望着程硕，眼波静如死海。午后，程硕回到书房里，找了一本外文书看，杨思却一直看着墙边书柜格子里的一个竹雕笔筒。那是程硕20岁生日时他亲手雕刻的，上面的花纹是他简化了俄语的喜欢字符设计出来的，但只要细细看，就能轻易看出这巧思。可现在那竹雕笔筒上的蝴蝶结都不曾拆开，程硕怕是连看都没看一眼吧。杨思看向程硕，不知何时他已经睡了。暖暖的阳光下，他身上似乎都在散发着光芒。杨思蹲下身，看着他俊秀的脸，眼里满是色苦。程硕，我是不是该庆幸你没看过那个笔筒，不然你会在那时就把我赶走吧？无人回应，杨思却早知答案。程硕，你就是我的结巴，活时让我爱而不得，死后也要让我痛苦。可他做错了什么呢？他只是喜欢他而已呀。他缩成一团，抱紧自己，无声呢喃，要是一开始不靠近就好了。这天之后，杨思最大限度地远离程硕，他闭上眼，不再看，捂住耳朵，不去听，得过且过。直到这天，程硕刚用过早饭，管家就进来通传，少爷，温夫人来了，想见您。杨思猛然转头看向管家，死寂的眼里涌上抹亮色，是母亲。在程硕的控制下，他已经很久没见过母亲了。程硕皱了皱眉，还是让人进来了。1年时间，却隔了生死。杨思看着鬓角斑白、身形佝偻的母亲，眼眶发热。妈，他想要去拥抱，却在母亲的动作下僵在了原地。温母扑通一声跪在了程硕面前。阿硕，你爸说是你把思思送走了，我求求你，把她接回来好不好？杨思想要伸手将人扶起来，手却一次次穿过母亲的身体。他无力又痛苦地看向程硕，希望他能让母亲掀起来。程硕只是冷漠拒绝，不行，那让我见见他也行啊。温母捂着心口，十分痛苦。我昨晚梦见了思思，她来跟我告别，说她太痛了，要离开这个世界。这话一出，杨思就见程硕沉下了脸。梦里告别，真是无稽之谈。他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。温母见他如此无情，当即捏紧成拳，含泪控诉：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他爸死后跟着我吃了不少苦，可他懂事，从不跟我埋怨一句。程硕，我知道我们家配不上你，他为爱疯狂，我这个做妈的除了心疼，也确实带了私心，希望他幸福。可你呢？欺他，辱他，轻贱他。温母越说越愤怒。3年前我是疯了，才会任由他跑来找你，最后落得生死不知的下场。都说母女连心，杨思看着泪流满面的母亲，心口像就被利器刺穿般难受。他想哭，可眼眶除了涩得厉害，再流不出一滴泪。他想拥抱温母将她拉起，可除了穿透母亲的身体，他什么都做不到，只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：妈，不是你的错，我在这，我就在这呢。程硕眼中滔天怒意化为冷笑，声音里尽是嘲讽：我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，你女儿跟我毫无关系，找我要人没有？杨思再也听不下去，忍不住怒吼：够了，程硕！但那如秋叶般苍凉的声音悄无声息散去，不起波澜。温母也终于绝望，她慢慢起身，步履蹒跚往外走去。杨思看着母亲苍白灰败的脸色，想要握住她的手，想要留在她身边，却只是徒劳无功。妈妈还不知道她已经死了，若是知晓，她老人家又该怎么办啊？随着温母的远去，一阵强烈几乎撕碎灵魂的引力传来，将杨思拉离，硬生生扯回程硕身边。不要，妈，你别走，你等等我呀！杨思想要去追逐，却无数次被拉离回来。他跪下，对着上天一遍遍祈求，祈求上天能知道他错了，他不会再爱程硕了，让他回妈妈身边吧。可没用，他还是被困在程硕身边，逃不掉，离不开。送走温母后，管家看着脸色冷沉的程硕开口：少爷，看温夫人这意思，应该是不会再让温小姐碍您的眼了，您为什么不把温小姐的下落告诉她呢？程硕冷冷地扫了管家一眼，转身上了楼。书房里的书桌上是齐小爱特地放置的3个人合照。程硕凝视着照片上杨思的笑容，鬼使神差地拿起手机给助理打去了电话，收回了对杨思消息的封锁。然而
杨思始终没有消息。程氏集团助理站在一旁，程总，要不要让人去查查温小姐的去向？她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联系，不就是等着我去找？做梦！杨思定定看着程硕脸上的讥讽，眼里悲哀肆虐。实际上，在被程硕送走后，他没有找过她一次。哪怕濒死那天，他也独自忍受着癌症的折磨，悲凉地死在了远方。杨思不明白，他还要亲眼看到、亲耳听到多少程硕对自己的厌恶和憎恨，才能刑满释放。咚咚，齐小爱推开办公室门进来，打破了压抑的气氛。他走到程硕身边，不是说好今天要陪我去看海吗？你是不是要放我鸽子？程硕温声否认，没有，答应你的事我不会食言。傍晚的海边，深蓝夜空和海水融成一色，璀璨的烟火在半空绽放，五彩斑斓，也晃得人眼眶酸涩。杨思不受控制地看向依偎在一起的程硕和齐小爱，他记得答应齐小爱的所有事，却将对自己说的承诺全数抹去。16岁那年的生日，程硕也给他放了这样一场盛大的焰火。那时杨思问，以后你还会给别人放这样的焰火吗？程硕郑重承诺，不会，只给你一人。杨思近乎自虐地看完了这一场烟火。程硕陪着齐小爱回到安家后，被他带到了琴房。齐小爱坐落在黑白钢琴前，纤细的手指起落，弹出一串优美的乐声。一曲结束，他笑看着程硕，记得吗？这是你向我表白时弹给我的曲子，我学会了，打算在婚礼那天送给我们的爱情。程硕温柔注视着他，当然记得。杨思也记得，因为这首曲子是他陪着程硕练习的，从一开始的磕绊到后面的熟稔娴熟。曾经，他也悄悄为程硕学过钢琴。那是大学的校庆晚会，杨思和程硕被班里的人推选出来，表演双人钢琴弹奏。程硕的钢琴是自小学起的，杨思的技术差了很多。为了能弥补差距，他没日没夜的练习，只希望不拖程硕的后腿。可到了登台那晚，表演的人却从他变成了齐小爱。他到现在都记得程硕的语气，小爱刚学会钢琴，他需要这个惊艳众人的机会。于是他们一起登了台，双手连弹，郎才女貌，成为学校的金童玉女。杨思站在台下听完了整曲，在程硕看来时，他抬起因为练习过度颤抖不停的双手，慢慢鼓掌。不被偏爱的人注定被放弃。杨思从没有哪一刻这般清楚地意识到这件事。琴房，程硕手指无意识地按下一串熟悉的音符，脑海中突然想起小时候和杨思练琴时的场景，又看到他成功顺利完成曲目时看向自己的喜悦笑容。那时的他脸颊白皙微红，看向自己的眼神明亮又渴求，爱意更是毫不掩饰。阿硕，你在想什么？齐小爱疑惑的声音打断了程硕的回忆。没什么。他莫名有些仓皇，公司还有些事要处理，先回去了。程硕快步离去，却没去公司，反而驱车来到了温家。明明已经深夜，屋里还亮着灯。杨思看着熟悉的家，好想进去看一看，但程硕不迈脚，他就只能在外面无望地看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屋子里走出抹高大的身影，是程父。杨思有些惊讶，这么晚了，程叔叔怎么会在自己家？滴滴，程硕按响了车喇叭。程父看过来，随后走进上了车。你怎么过来了？程硕定定看着他，您不也在？程父一顿，另起话题。思思的事，你问阿姨都告诉我了，不就是她喜欢你吗？也没做什么错事，你赶紧把人找回来。程硕微微皱眉，他明知我和小爱两情相悦，还喜欢我，这不算错。程父反问，那他做了什么，破坏你和小爱的感情了吗？程硕冷笑一声，他应该庆幸没做什么，否则就不只是赶他出去这么简单了。你……程父脸色一变，杨思垂下的眼里尽是悲戚。是啊，他什么都没做就已经是错了。若做了什么，程硕可能连他母亲都不会放过吧。程硕脸上浮现一抹清晰可见的烦躁。爸，错的人是杨思，你们为什么一个个都要来质问我？他去了哪儿？是死是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程父眼里满是复杂。许久后，他问，你对思思就没有一点喜欢？程硕毫不犹豫，喜欢那种女人，我宁愿死。程父一脸震惊地看着自己儿子，最终无话可说，直接下车离开。
车里，程硕又看了眼温家，猛然踩下油门，疾驰离去。杨思在他身边，感受着他周身翻涌的怒气，自我挖苦：放心吧，你已经解脱了。程硕回到程家时，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。他站在廊下，看着花园重栽的花草，却莫名觉得不顺眼。齐小爱来送早餐时，就看到他皱紧的眉心。阿硕，你怎么了？程硕想到昨晚父亲的话，心中越发烦闷。齐小爱见他不答，愈发担忧，是公司出了什么事吗？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？程硕缓了神色，公司很好，你安心做美美的新娘子就行，别担心。齐小爱这才放下了心。他握住程硕的手，陪他静静站着。突然，他想起了什么。阿硕，我们试着联系思思吧，我还是想她做我的伴娘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3个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不想她缺席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仪式。程硕明显不愿，可说这话的是齐小爱，他没有直接拒绝。齐小爱走后，杨思以为程硕会给自己打电话，这样或许就能有人来替他收尸了。可是没有。一直到3天后，程硕带着齐小爱去试婚纱。杨思站在距离他们最远的地方，背对着不去看，试图让自己放空。可店员的夸赞声还是丝丝缕缕地传进耳朵。这件婚纱真的好适合安小姐您啊。是啊，您是我见过最美的新娘了，和程先生真的是天作之合。杨思不受控制地转过身，却在看到齐小爱身上的婚纱时，愣在了原地。那身婚纱分明是他曾经给自己设计的。正愣间，就听程硕开了口：这件婚纱是杨思设计的，我让他们赶制出来送给你，这样也算他出席了我们的婚礼。杨思整个人瞬间僵住，尽管只剩一抹灵魂，他却感觉自己似乎被空调的冷气冻成了冰。他的心又开始密密麻麻地疼了起来，那痛绵长而持久，如千万只蚂蚁在不停啃噬，比当初癌症发作的折磨更痛苦。齐小爱抚摸着婚纱上的花绣，还是有些惋惜，我更想她能来参加我们婚礼。程硕没有接话。从婚纱店离开后，齐小爱带着程硕去了灵山寺，看着熟悉的香火寺庙，杨思感慨万千。齐小爱拉着程硕来到了卖祈福牌的沙弥面前，我妈说了，灵山寺很灵的，夫妻过来祈福就会一辈子恩爱，白头偕老。她和我爸当年也来过。程硕不信神佛，但看齐小爱心心念念，没说什么。齐小爱拿着笔，在漆红的祈福牌上写下他和程硕的名字。程硕就在一旁的槐树下等着。沙弥看出他的不以为意，轻声说：心念为真，信则灵验。程硕没有理会，与他而言，这些不过是骗人的手段。沙弥通达的眼眸若有似无地从杨思身上扫过，而后开口：3年前曾有一个施主买下了那天所有的祈福木牌，跪在佛前写了整整1天1夜，只为求那心上人也能喜欢自己。闻言，齐小爱抬头看来，惊叹开口：他得多喜欢那个人啊！你还记得那女孩子叫什么吗？想不起了。沙弥手指着程硕身后的那棵槐树，不过他的祈福牌都挂在了这棵树上，施主一抬头就知道了。程硕下意识抬头，风吹过，木牌叮当摇晃。程硕也看清了木牌上的落款尾字。杨思身为故事中的主角，杨思仰头望着满枝桠的祈福木牌，无声叹了口气。齐小爱看着上面的名字，眼神灰暗阴狠，但又转瞬即逝。杨思，是我们认识的思思吗？他什么时候有了喜欢的人？阿硕，你知道吗？杨思忍不住望向程硕，却见他面无表情地沉默良久，而后眼眸里浮现一抹讥讽：不知道。齐小爱也点了点头，也是，说不准是同名同姓的人呢。不过这个女孩子真的好痴情啊，那个被她喜欢的男孩子，要是知道肯定会很开心吧。程硕冷俏一笑，应该只觉得可怕吧。喜欢的人不喜欢自己，就求神拜佛，如果再求而不得的话，谁知道还会做出什么样的事。杨思只感觉闷热的风堵住了口鼻，让他无法呼吸，整个人像被丢进了大火中焚烧。程硕转身下山，杨思像一只被线牵引着木偶，麻木地跟随他离开。出灵山寺的门时，他回头看着那满树的祈福木牌，回想起自己当初一笔一画写下名字时的那些希冀期待，真是傻得可笑，蠢得可怜。
杨思兀地生出一丝悔意，如果那年没有遇到程硕该多好，他这一场无望又卑微的爱就不会有开始，也不会连死都还要被折磨被践踏。一回去的路上，齐小爱见程硕情绪不对，也沉默着不知在想些什么。程家，程硕刚进客厅就被程父叫住，他神色疲惫，阿硕，我不管你愿不愿意，马上立刻去找思思，把人带回来。程硕神色一顿，为什么？杨思也疑惑地看过去。程父按了按眉心，你问阿姨刚查出了乳腺癌晚期，医生说也就这半个月的事了。程硕一震，杨思也慌了神，自从他爸走后，母亲的身体就一直不好，但从没生过什么大病，怎么会这么突然？他看向程硕，希望他能去看看母亲，这样自己也能跟着看一眼。可程硕没有，他始终沉默。程父见状，气急地站起身，程硕，你非得这么倔吗？你就不怕他们母女真错过了，思思会恨你吗？求而不得。程硕说完，就在程父诧异的目光下，快步走了出去，一路飙车，最后他竟然开到了灵山寺。杨思看着牌匾，不知道程硕为什么要回来这儿。程硕站在记满了杨思名字的槐树下，什么也没做，只是静静地看着，直到太阳落山，直到灵山寺要闭门。程硕收回目光往外走去，就在这时，一阵风吹来，一个祈福木牌掉落在他脚前，上面白笔黑字并排写着程硕杨思。杨思也愣住了，他不记得自己那天写了多少个木牌，但写着程硕和杨思的只有这一个。写好后被他记了死结，挂在了最高的枝头，除了自己没人能找到，却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被程硕看见。老天是觉得他被程硕贬低的还不够吗？非要将他曾经做的蠢事一件件都翻出来，被他嘲讽。就在杨思准备好了接受他更难听的话语时，程硕去俯身将木牌捡了起来。他凝视着上面并列的名字，鬼使神差地掏出手机，给杨思打去了电话。空号。程硕皱眉挂断，重拨过去，还是一样的结果。杨思听着电话里的机械女音，不由苦涩，原来人死后连号码都会被取缔，可惜他的苍凉程硕感受不到。明城会所，这是第一次程硕主动叫人出来玩，大院里的朋友还忌惮着上次他的突然发火，都小心翼翼的，直到程硕先开了口，你们有谁和杨思有联系吗？这话一出，在场的人都愣了，他们面面相觑，最后有人开口，程哥，你找他干嘛呀？程硕无视心里的异样，冷漠出声，他妈病了。其他人了然，也松了口气。自打1年前开始，程硕就不待见杨思，想也知道不会是他想见。程哥，你想找他打个电话不就行了？只要你在，他向来都是召之即来的。就是，要不是知道程哥你喜欢小爱，就凭他撵你那个劲儿，还以为你们俩有什么呢。你懂什么？程哥家里什么背景？他就是想抓住程哥飞上枝头变凤凰，整个就一捞女。杨思听着这些，露出一个支离破碎的笑。为了靠近程硕，他在其他人眼里竟成了这样令人唾弃的存在。还好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够了！程硕将手中杯子重重放在茶几上，砰的一声，包厢霎时死寂。他眉眼冷沉地扫视在场人，所以你们能不能联系上杨思？众人摇了摇头。程硕更加烦躁，直接起身离去。程家，程硕刚走进去，就看到管家拿着一叠纸过来。少爷，这是您和安小姐婚礼的宾客名单，您看看还有没有要邀请的。杨思也终于恍然，原来不知不觉，程硕和齐小爱的婚期已经临近。程硕扫了一眼，不知怎地问了句，有杨思的吗？听到自己的名字，杨思有些不解，程硕，你不是最厌恶自己吗？怎么会想在婚礼那天看见他这张脸？管家一愣，摇头道，没有，我们联系不上温小姐。程硕眉心一拧，温阿姨那里也联系不上吗？是。管家叹了口气，老爷也在担心温小姐会不会出什么事。程硕沉默良久，冷嗤一声，径直上楼。书房里，程硕握着手机，屏幕定格在通话记录上。他沉吟着点开了微信界面，将杨思从黑名单里放出来。他记得他的微信号是校园卡申请的。我允许你回来，只要你把感情藏好。点击发送。1分钟，
2分钟、3分钟、10分钟过去，无人回复。程硕眼眸沉了沉，又抬手打下一串字符：小爱想让你回来做她的伴娘。依旧无人回复。最后，程硕又发过去一句：温阿姨病了，很严重。他以为杨思这次该回复消息了，然而没有。程硕将手机重重地砸在桌子上，显然在生气。杨思沉默看着，视线慢慢落到了那块祈福木牌上。风吹日晒，上面的字迹都有些模糊了。杨思不知道程硕为什么没有把它丢掉。看着看着，他才发现原来那木牌后是刻了字的：缘生灭，莫强求，得自在。杨思轻喃着这句话，似懂非懂。程硕这时接到了电话：快来医院，你温阿姨不行了。程硕猛地起身，一路上他车开得飞快。等杨思他们赶到医院时，温母的病房里已经站满了医生护士。程父一脸疲惫地看向程硕，将他带到角落，摇了摇头：来不及了。似是为了回应程父，病房里那刺耳清晰的低声直戳众人心脏。而一直都不能离开程硕身边的杨思，居然可以毫无拉扯地跑入病房。杨思看着在无声息的温母，他恍惚想起了自己躺在病床上的模样，想到那些难以承受的病痛折磨，他伏在床边，虚虚盖住了母亲的手。妈，你恨我吧？恨他无知，为那虚无的爱落得这种境地；恨他清醒太晚，用生命来懂得什么是爱，是什么是情。杨思目光空洞地跪在那，他依旧流不出泪，好像人死后都会被剥夺哭泣的权利。梅洛南山畔，亲人远望，千里风霜，星月伴还乡。那首母亲最爱唱的民谣从杨思身后响起，他猛地回头，就看见不远处站在的母亲。此刻的他面容慈祥，不再是病床上那苍白枯槁的模样。思思，妈终于找到你了。温母笑着张开了双臂。杨思唇角微张，一直哭不出的他，一滴眼泪划过颊边。熟悉的怀抱将他围绕，一直空旷的心脏居然传来了跳动。幸福间，他听到了一声轻唤：妈来带你回家了。好，我们回家。随着这念头一起，杨思与温母的灵魂逐渐消散，最终化为一片虚无。